然后我就先从简单入门开始，好不好？来看啊，我们当拿到一张图片的时候，因为正好是一个正方形的，对不对？正好是一个正方形的，那我们想要把这个图案在指甲上按照比例。只能听可以没问题，按照比例给它分开，怎么在指甲上画的刚刚好大小，不会说头大身子小，或者头小身子大，或者说画着画着上面满了画不开了，下面又空着一块，所以说一定要在甲面上掌握好这个比例问题啊。来看一张正方形的图，其实拿到任何一个图片，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习惯性的这个第一步动作，也就是说，大家以后看到一张图，第一反应我们就看哦，这个图案。除了我们昨天讲过的颜色，应该先上哪个，再上哪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再去确定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图案它的一个整体结构是怎样的。也就是说，先去判断一个图案，它是以圆组成，还是以三角组成，还是以方形组成。也许我们拿到，你看啊，随便在这昨天一个图片，随便拿一个图片。比如说这个吧，昨天咱说的草莓熊，那它整体结构就是一个椭圆形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椭圆的基础上，它可能这边会变得往下收一点，所以说我们可以上来先去画一个这样的椭圆，你要是涂色的啊，画一个椭圆，然后上面我再额外加上这一个小尖尖，就是它的一个面部，然后它的耳朵呢也是一个半圆，所以说任何图形都是有这个基本图形构成，任何图形它都是有基本图形的构成啊。任何图形都是由基本几何图形构成。大家想一下这句话，什么叫基本几何图形？比如说圆，比如说方，比如说梯形。这个梯形在做这个人体素描的时候，就比较明显了啊。举个最简单的，现在可能用不到这个，比如我们就要做一个人体素描，头部，然后脸部侧着可能是一个三角，对吧？脖子下来，身体它要侧着的话，有可能它的上身又是一个方形，然后到下面长方形，到胯骨可能是一个三角形。是一个三角，到腿呢又是一个长方形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就是不管任何图形，你们就去找它的基本几何图形就可以，基本几何图形啊。这里面大家随意去判断，随意去看，然后这个慢慢来，不着急。虽然说这一下子好像怎么这么复杂，但是那是为我们之后去做铺垫。包括这个图形也是，看一个图案，先去判断，蜡笔小新，你比如说这个蜡笔小新，它的头部组合是怎么样的？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个？其实是因为昨天在大家交完作业之后，我看了大家作业，会对图形有一定的扭曲。比如说，咱不针对谁啊，比如说一个图案，米奇画米奇。或者说画还有小恩的，是不是都挺好？但是他的脸基本是属于一个圆形的时候，偏偏把它画的扁了，或者把它画瘦了，对吧？本来是一个很标准的圆，结果画成一个竖向的椭圆形，或者太扁向的椭圆形，或者说偏三角一点的圆形。所以说这样都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它最基本的图形。你们先去看，比如说蜡笔小新。咱就把这个去画的话，我掌握不好它这个位置应该是从这儿拐，还是说从下面去拐？每个人画的不一样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蜡笔小新啊，有的同学我把脸画的这么大，对不对？有的同学可能我把脸画的这么小，这就导致我们对一个图案的判断产生了偏差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掌握好它的一定的比例的时候，就算我们的细节稍微有一点点欠缺，你也能看出来这是谁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画的这么小，我再去画上他的眼睛在头发，就整个人物是蜡笔小新，但人家不会觉得说这个蜡笔小新画的有多好啊。来看一下整个蜡笔小新，咱去找它的基本图形，整个头部，咱可以这样去分，看啊。就一个人一个习惯，你看我把这边挡住的时候，这边是不是一个圆，对吧？整个它的头部是不是接近一个圆？咱先把这些细节性的东西忽略掉啊，主要看整体基本的几何图形是不是一个圆，就是把这边它的腮帮子给挡起来。但如果说加上它的腮帮子，那这个腮帮子应该从哪里开始走，咱们就要去注意看了。有几种的这个图案画图方式教给大家去定位啊，教给大家定位。咱就拿这个图举例来说。一个正方形，我先去把这个正方形画出来啊。
假如说这就是咱们的甲片，甲片的大小，我想在这里面把这个图案完整的 copy 进去。好了，来，我按照咱们的习惯可以这样去做，这是一种啊，这是一种找好整个指甲的中间的一个点，找好中间点之后，我们从图案上去找它的中间点。看到没有？先去找这个的中间点，找这个的中间点，然后我们去把它分成，画一条横线。比如说整个图案，我在它中心线的位置，平分线的位置上，我来判断。哎，你看，会发现耳朵在这儿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又要看上下比例在均等的情况下，它的头顶的位置，任何一个图案，人物也好，动物也好，去找它头顶的位置，它占到你上边这一半面积的多少？占到上边面积的多少？如果1、2、1、2、3平分成3等份，看到没有？平分成3等份，是不是它的头顶的位置在你这2等分的2/3处？也就是说，拿到这儿之后，我也大概目测，或者说你自己轻轻点个点，分成3份。那么这个小线它头顶的位置就是在这儿，这一点大家能懂吧？能不能懂？就是不一定必须去找中间点啊，甚至说，你看我给你们找另外一种方法，用9宫格，但是你们待会儿去试2种方法教给大家，你们觉得哪种好用，用哪种，好不好？能理解这个意思吧，宝子们？先去找好它头顶的位置，去掌握好比例问题啊。头顶位置在这儿2/3处，那我就先在这中心线往上2/3处，我在这儿定一条短短的小线条，代表这个头顶的位置，至少咱不会画超。然后下面再去看平分线之后往下，下巴它的位置，就是头整个底部的位置和下面的比例是不是一半一半？是不是一半一半？那么所以它下巴的比例大概就在一半的位置上。好了，那整个头的宽度、高度咱就给定好了。到目前来说，同学们能懂的扣小1，好不好？能懂的扣小1，跟我说一下。没有问题，我就继续往下走了。没有问题，咱就继续往下走。可以啊，今天应该这个会从简单图案入手，简单图案入手可以啊。好，那定好了高度，定好了这个图案的天和地，我们就需要定它的左右位置。比如说，你看中间上下定好了，我们是不是需要找好它中间这条线？中间这条线，哎，画一个十字格，画一条十字格。好了，在中间这个点，我们这样去看中间这条线，再去判断它宽度的位置在哪里。同样，你把它分成几等份，一半，或者说一半的一半，这样分也行，你分几份都行啊。但是1、2，再去分2等份、3等份。大概它右边头的宽度在2/3处，那就1、2，那这就是它右侧头部的宽度。那正好耳朵卡在这儿，是不是耳朵一会儿就会往这边去拐？就这个意思啊。好了，我们这边又定好了，再看左边，左边从这儿到这儿几乎就边缘留了这么一点点。那么我们如果好分，你想怎么判断都行，分几份都行啊。每个人对这个图形理解会不太一样，所以说你可以大概定一个位置。比如说这边留这么宽的时候，你看找参考，这边留到这么宽的时候，这边的宽度也就是这边图形的1/3。好了，那你就去找1/3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去找参考。哎，那大概它的1/3这么宽，那它这个小腮的最右侧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好了，整个头部基本轮廓这不就有了吗？是不是？那我们一会儿填色再怎么去做，整个这个头的大小咱是不是就不会出错了？画起来也会更省事儿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头部定好，我们再去细分它的五官的定位。今天就不去给大家着重去讲什么这个人体比例以及卡通人物比例，因为咱们之前课程有讲过，我就不再重复去讲。今天给大家分享新知识啊！你们如果说对于人物比例、卡通比例，还有一些写实人物比例掌握不好的，大家可以去等今天课程结束之后，从咱们课程里面搜索动漫或者搜卡通，会有之前的一些直播课会放大家去看，好不好？多学一点是一点啊！好了，来掌握好它的人物比例。我们在找一些图案的时候，比如说再给大家说一个小重点啊，你看人物的眼睛。它永远就是，比如说它头是侧过来的时候，它的眼睛是不能横线的，看到没有？你们要去找这个点啊，要找这个点。它眉毛，对不对？它的整体也是不是有点倾斜？因为它的头就是歪着的，所以说整体的五官也是歪的。你们大家可以回去照镜子，当你头歪起来的时候，你的眼睛是不可能在一条横线上的，它肯定也是稍微倾斜的。就你们掌握好这最基本的小点点就好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啊。中间点比例咱都找好了，那么在上面头顶到下面的这个位置上，我们现在就只看中间这儿啊，只看中间这儿3等分中间这一分的情况下，那头发头顶到它头发的这个位置大概占比在多少？是1/3、1/4、1/5。哎，你去定一个位置，这就是大概的头发的一个宽度。
是不是定好头发的宽度？好了，再去3等分，3等分在这一块的时候，它头发这个最宽的位置是不是在中间这一块的一半？在3等分中间这一部分的一半，3等分中间这一部分的一半。好了，它这个头发宽度是不是又有了？先去点点啊，先不要去画的太重，可以先点点。看，好了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往这边去连，慢慢，你看从这儿到这儿，中间三分之一其中这一块画一条直线，是不是这个它脸部的拐角处、拐折处就在这条线上？好了，那么我们慢慢延伸出来，那么它的拐折处大概就在这一条线上。就在这一条线的任何一个位置。好了，我们再纵向去看，就是通过一些格子，我们去不停的把大的小事物细分化，细分再细分，细分啥呢？细分它的比例占比在多少，就在一个格子里面占多少，在大的面积占好之后，再从小面积里去区分啊，这样去找。好了，我们要确定这一个点是不是除了横向的点，我们要去确定纵向的一个点。那这个纵向的点可能就是你看，还是右边1/3的这条线的位置。我把这条线3等分，好，3等分了之后，我冲上去，那么它的这个脸部拐折处一定是这一个点，就是把这个点往这边去找，参考，然后最终，我汇聚成了这一个小点点。这个时候来，我把这个头给它慢慢的，你前期刚开始填色有可能画不好，没关系，是不是到这儿了？好了，我又开始去拐弯，往这边去拐，这不就有了？对不对？这不就有了？然后这边呢是给把它的头顶慢慢的延伸下来，是有一点点倾斜角度的啊，过来。好了，下巴这边是直接圆过来的，注意它这边是属于一个半圆形，看到没有？半圆，不要画的从这儿突然就拐进去了啊，要给它画出它的小脸蛋儿，圆乎乎的小脸蛋儿。跟上面下面是不是对称的？去找一下，对称了之后，我再慢慢往这边去延伸，是不是？然后到这里。来，耳朵它的一个宽度跟最宽的地方距离边边有多少？然后到下面这个耳朵下面的这个点跟你这个发际线，它这个点正好在一条直线上。好了，发际线在这儿，那么耳朵的位置大概就在这儿。好了，咱给它描过来，对不对？下面延伸，过来啊。这不就蜡笔小新基本的图形就做好了吗？就是我们前期先定位，哪怕画不好又能怎样？我们在涂色、在描线的时候是可以进一步去调整的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发际线好给它过来，它的发际线有的是直的，这个是弯的啊。来，你看，是不是有了？耳朵是不是有了？耳朵啊，稍微调整一下，现在上这儿了，上这儿，这地方错了。刚刚定好了，定错了线，这个是外面的线，咱应该把耳朵定到发际线这儿啊，冲错了，发际线在这儿，所以说我们耳朵是这样过来的。上这儿啊，上这儿，同学们，我错了，对吧？然后眉毛就不用说了，在是不是在上面这条线的里面正好在中间的位置，这个是偏上一点点。好了，那就在这个格格里面，我们来去找它的一个宽度，找这边。找出来，先大概定个位啊，不是让大家直接画出来。然后我们先去了解这个图案，然后这个眼睛在这儿，这个眼睛轻微有一点点往下，然后嘴巴大概在什么位置？好了，基本的头部这不就有了？然后我们再去看嘴巴这个位置都定好了，它的身子是从嘴巴的这条线出来的。看到没有？跟嘴巴又有一个参考点，那就从嘴巴的这个位置往下走。这边呢是跟你眉毛是不是冲下来？感觉在眉毛最外侧的里面一点点，拉一条直线下来。那么这条直线下来里面一点点，那就从这儿开始往外走。后面的这些是它的阴影啊，是阴影。是不是就基本的图形就有了？咱这个至少在指甲上按照这个比例，它是不会出错的，好不好？按照比例是不会出错的。像这个的图形，我们可以仍加去做它的面部颜色，也可以先画出背景色，但是背景色你去补中间那一块有点麻烦，所以说像这种图案，我们先把整个人的颜色勾好，背景色再去做填充，用甲胶做填充，彩绘胶做填充即可，好吧？来看啊，像这个图形，这么去画。咱们可以先去整甲涂一个黄色甲油胶，或者说用肤色也可以啊，大家准备拿出你们的甲片来，我们一边做一边按照这个比例上手试一下啊，上手试试。这个图形用黄色的甲油胶，黄色没有的话，我直接刷彩绘胶了啊。能不能跟上同学们？就是我能不能讲明白？
有的时候可能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大家听不懂或者跟不上。你说太快了，我还没看好这个图，马上你就过了。递交啊，递交，润笔。哎，今天这个课还是我觉得挺有用的，至少大家以后在画的时候，我学会找参考点，不要就是盲猜，不要猜，就是一定得去找它那个点。它的背景色有点偏鹅黄色啊，鹅黄色大家应该怎么调，知道吗？鹅黄色应该怎么调，知道不？昨天咱还调出过来一次。在画图案之前，先把需要的颜色，你会用到的颜色都去准备好，然后调焦的时候统一再去用啊。先去把我们要用到的颜色去准备好，比如说鹅黄色，鹅黄色会用黄色和白色去调。如果说你有对应的彩绘胶，就直接用啊，就直接用或用甲油胶去涂也行。然后面部的颜色它是有一点点裸色偏粉的，所以说如果用到黑白红黄蓝这些彩绘胶，我们可能会用到一点点的红色，会跟白色去进行调色，调成一个偏粉一点的肤色，粉一点的肤色加白，对，肉粉色，对对对，聪明九月，聪明，是的啊，是的，你今天是不是又进步了？昨天是不是有一点没懂？今天又进步了，一下就懂了，可以。红黄白，然后衣服红色，你看用的多，那咱直接就把红色多来一点，是不是？背景色，你看哪个颜色咱不会调，哪个颜色咱不会调，咱是不是都能调出来？红色。来，背景色还有什么？一个墨蓝色，墨蓝色那肯定有蓝和黑，因为看是不是偏暗了，所以蓝和黑也是咱们必备啊。把蓝色放到这儿，待会儿一点点咱们一起去调色，我多来点，大家看清楚，你们就是少量取一点点胶就好啊。我习惯性的先把这些胶都准备好。黑色少量一点点就好，因为还要画头发呀这些，所以得用这个胶，就是咱们那个比较粘稠的胶啊。你们平常画这个最好别用太粘稠，就用粘稠的可以画。这个如果想要找平假面的话，用那种稍微那个细一点点的假胶也可以，好不好？蓝色、墨蓝色、绿色，还有绿色，咱有绿色彩绘胶，咱就直接拿出来了，就不用再去调了。就是没有绿色的该调，绿色是用红色、蓝色和黄色去调啊。好了，所以说你们一看，人家有时候画彩绘摊一摊桌子的色，然后画画弄一桌子这个一色盘，对不对？那都正常啊，都得调色的。好了，这些颜色基本上咱找好了。这个时候我先去把这个背景色鹅黄色稍微调一下啊，不要一次把颜色全怼上去，在边边角角上，你看这个颜色不就有了？是不是一模一样的颜色？那个不需要很匀啊，因为它背景色里面还有做一些那个点染的白。好了，光疗笔直接铺假面铺胶，看看颜色亮不亮。如果太亮的话，适当加上一点点白，再加一点点白，做的那个把这个明度提高。彩绘胶上色比较实啊，在假面上可能一垫它就上色比较好。当然，大家有甲油胶的肯定是用甲油胶去打底，就不用再去调胶，太麻烦了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没有涂底胶，但正常做顾客一定要涂底胶的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经常做穿戴甲拆卸的话，也需要涂底胶，不然很容易这个胶跟假面分层，咱就白做了，好吗？不够就再来点，再调一调。好，我先照个灯，照灯之后我这个叠加第二层，我会再涂一层。肉粉色，就大家记住一个，就是裸色系啊，皮肤色基本上都是白、红、黄三个颜色去调，偏暖调就红就少一点点，偏冷调偏这个粉调那就红色多一点点，但是一定要有黄的存在。但是有的时候，比如说在黑暗里面，在阴影里面的脸有可能受环境光，比如说你在树荫底下，你脸上的那个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偏绿调。能懂吧？就是这个，大家细细区分，每个人对于色彩敏感度不一样，我可能能看到10个颜色，你们可能能看到20个颜色，所以说这个
自己去观察，多观察啊。好了，菲姐呢，我就故意做乱一点，有那种斑驳感，有深有浅的啊，有深有浅的，不如用假药胶做出来干净，是不是？左边无所谓啊，主要把右边刷好，因为右边才是我们这个主要色调。好了，找灯，完全照干。其实这个图案吧，在照灯期间跟大家稍说一下，你应该都涂好了啊。然后你看，还有一种9宫格的定位，9宫格定位吧，就是直接把这个人物，哎，我用9宫格的方式，但是你去用9宫格也是3等分，也是去找参考线，对不对？找好了参考线，你去找这些点，有可能很乱，这个看起来很乱，所以说我才用大家第二种方法，找好中间点，去按照比例去等分去找。按照比例等分，它占到面积多少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有很多这个，比如这个咱画画的时候，比如说我放到这儿啊，把个这个放到这儿，我远一点，我会有很多那个美术生啊，他会拿着一个笔去找一找，哎，一只眼睛看，他就是在拿这支笔当做参考线。哎，我要如果放在这个物体的中间，它比例在多少？我放到旁边在多少？我横着去看怎么样？就是这么来的，就是这么来的，好吧？就是一定去拿笔啊，拿什么去找参考点啊，找参考点，找参考线。好了，这一层画好之后，我们背景色那些浅色，待会儿再去说。主要把黄色打好底，这个时候咱去把肤色调出来，去调一下肤色，就是在这个白里面没有别的白了啊，就这个白就全用掉，加一点点的黄，再稍微加一点红进去，它的肤色马上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简单？没有肤色再买一瓶你还得买2瓶呢，还得买2瓶颜色，肤色颜色就出来了啊。可能是这个视频里面大家看的有一点点不知道真不真，反正你就去图片打印出来跟原图肯定也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，就是你们只需要感觉哎差不多那就可以，好不好？差不多就行啊。好了，需要用到什么了，同学们？我们的拉线笔，短拉线笔，用它干啥？大家来看啊。比如说，我们选好了这个肤色，润好笔之后，先去按照咱们在纸上这种定位方法，先大概定一下中间的一个点，也别点大了，就轻轻一点点就行，轻轻点这么一点点，然后再3等分，对不对？上面3等分，下面是不是需要3等分？点上3个点，1、2、3。那么头顶的位置好了，有的时候不用点，你目测就能看出来，3等分位置，头顶的位置在这儿。然后先用浅色去定位，不要用深色。在做不好的情况下，你直接用深色定位，有可能盖不住。用浅色肤色的话，待会儿咱也能涂好，好吧？做的厚一点没关系啊。上面头顶，然后中间点到下巴的位置，咱想想，头顶这是眼睛，大概在这儿啊，眼睛大概的位置，轻轻点一下。对不对？然后下面一半1/2，它下巴的位置大概在这里，你买一瓶肤色，可以，这很好，这很好的。买一瓶肤色，就是每个肤色不一样，包括白，它也有冷白和暖白。就你们就怎么方便怎么来，不是说非得每次让大家调色啊。明天我会给大家看一下，咱们有一些浅色系的彩绘胶，那种用起来会更方便一点。就是真正彩绘胶，大家要画卡通系列多的话，可能需要备2套到3套，甚至一些专门去绘制这些卡通系列的美甲师，可能彩绘胶备的颜色会更多，好吧？就跟画画一样啊，有12色、24色、36色，看习惯。来，我希望大家就是前期练习嘛，先于少量的胶去能做出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啥来，调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来。这边在3等分，好了，脸的最外侧定好，在小腮帮最外侧的位置给它定好，然后右边也是3等分，1、2、3等分，头发1、2，头发的位置，宽度的位置在这儿，内侧头发。耳朵就上这儿来了啊！好了，这样基本的面部定点定好了，我们就可以给它去进行一个连线，去把它整个头部的轮廓给它勾出来。你不用管，哎，你明天上面不是黑色吗？先不用管那些，你就先去给它把头部这个线条连接好啊。这样你们再怎么画，我就不信还会再跑偏。
形状还得再跑偏。OK， 基本的就定好了。定好之后，我们开始去慢慢调节它的一些细节。别画的这个太胖或太大啊！定好之后，来，我们先把这个位置定好，身子、嘴巴的一个大概的位置，也可以提前画出来，你也可以之后再画，嘴巴可以之后画啊，包括身子也都行。然后定好基本的位置之后，我们拿去照灯，对，没有错。定好线条之后，先照灯，照完灯之后再叠加颜色，然后底下那个照完灯的那个胶是有一点点硬的、厚的，所以说你假面只要再薄涂一层，底下的那个位置我们是能看得见的，这样呢就不会影响我们去上色，会有颜色的偏差，或者说我们找不到我们的定位点在哪里。就是先用一些肤色，你要就是脸部的颜色去定一些图案，再去叠加颜色是没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没办法留平，涂色会有刷痕。增加才会要有种浮雕造型感。对，是的，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会儿我教你去用，而且有轻微不平整没关系，涂一层加固胶就可以。如果说这不是那个，你不用说，因为这个胶咱就不好用就不做或者怎么样啊。我教你们，我再用这个胶，因为大家用的都是像这些画的全部是用这个胶去做的，但是大家并没有看出假面有过多的不平整，所以这个大家好好去控一下笔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如果雕很细的话，有可能导致假面很厚，反正有利也有弊。这些图案全部用这个胶去做的，只要咱掌握好，而且给它找平之后是看不出来的，好吗？好了，定好点之后，接下来咱们就用一支小雏菊笔，记得吧？小雏菊笔去把这个假面，咱主要的肤色给它填上去。雏菊笔把肤色填上去。拿错了。雏菊笔、万能笔都行啊。取胶的时候稍量多一点点，然后来把整个头，你看能看见吗？是不是填上颜色之后，定位的点是有一点点凸起的？但是我是故意画厚啊，大家不要画的这么厚，好不好？不要画的太厚。刷的时候，你看就这个胶，我是不是也能刷平整？对不？除了定位的点，只要就是你把笔用好柔软一点，笔不要太干，你再刷这个胶，笔上就轻微有一点点底胶，你去带着颜色刷，稍量多一点是没有问题的，别太用力，好吗？就刷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就行。有颗粒啊上面。给它刷平整。我记得昨天我还跟大家说过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？用彩绘胶打个底，感觉不平整，是不是可以用假如胶薄薄的叠加一层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用稀一点的，一般来说都会偏稀一点的彩绘胶啊。这个铺好颜色之后，我们去照灯。基本上面部位置咱也跑偏不了了，先把面部定好色，这个时候去做身子，身子它是不是一个暗红色啊？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没那么深啊，我们会在这个红色里面加上我这个笔上有一点点的肤色，我就加进去。来，看看啊。好了，来，我这个时候我们去定好它身子的一个位置。身子呢，大概在什么？我们可以先把色块拐折的地方下来，往里一点点，从这儿往外面去走，这边去走，这个没关系啊。错了，待会儿那个二次铺色就能铺上去。基本身子的颜色，先给它定个色块。当然，大家也可以先画线条，定好这个小心基本的一个线条位置，然后再画也是可以的啊。就是再铺色，先定线再铺色也可以，先铺色再定线也可以。昨天没有跟过课程同学，记得要先去看看昨天的课，再来看今天的课程，好吧？是不是这有轻微不平整没关系，这些都是能被盖住的，一层加固胶啥也看不出来，不用担心，大胆画大家。好，这样画好之后，阴影的地方咱们再说。好了，先来照灯。
然后这个时候嘴巴呀，包括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画出他的头发来了。然后用的是咱们细拉线笔，主要以这些黑色，哎，他的头发大体的色块有色块的地方，咱先给它铺上去，把色块的位置铺满。好，一定要彩绘胶，它饱和度比较高。如果说我们在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饱和度不高，或者说因为怕那个觉得是彩绘胶，照灯10秒20秒就拿出来，胶一旦涂厚了，是很容易导致甲面缩胶的，就会有一点爆浆的感觉。所以彩绘胶呢，大家都薄涂多照灯，薄涂多照灯啊。来，咱去把它头发的位置定好，还记得吗？这个点是不是在这儿吗？上面这个点是不是在上面几等分上面一丢丢的位置？好，咱给它定好，先铺上去，最后通过在画线的时候会去调整图案啊，会去调整图案。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，上面呢它的头发不是一条直线，注意它是一条弧线，拐到这儿来之后开始往下面去走。开始往下面去走，毕竟头是歪着的，到这儿来，然后下面又去做一个连接。你看这些基本的空笔，大家都得学一下啊，都得学一下。好了，这边弄好，把上面头发咱给它用黑色胶给它填起来，黑色彩绘胶啊，最舒服。大家也可以去把这个头顶的位置，我们去给它盖住肤色，深色盖浅色不就很好盖吗？是不是？深色盖浅色很好看啊。我一般习惯就先画窄一点，然后这个是可以擦掉的，就是你们一旦感觉自己没画好，可以擦掉，可以调整。然后这个画浅了、画窄了可以加粗，但是画粗了，你像我这个把头发画的加粗了一点点，那么一会儿你要处理一下，要一模一样就得擦掉它。就感觉再画的浓密一点，就跟成那个哆啦 A 梦那个小叫什么来着？就跟那谁似的了，不能再夸了，不能再夸了，画的话咱擦一下。哎呀，小心头发哪有那么多？小朋友嘛，小朋友头发那么浓密，就有点吓人了。来，哎，对，大熊是的，哎，对，你懂我，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他。调一下形状啊，调一下形状。找一支干净的笔，你去蘸着那个清洁水，找干净的笔蘸着清洁水。用清洁水弄干净，不要蘸体胶，蘸体胶就会这个边缘发虚。你就蘸清洁水擦就能给它擦干净，好不好？我咋感觉要出大熊了呢？定好位置啊，定好位置。好了，把这些都定好，然后宽度，头发的宽度可能适当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太宽，我们就给它稍微擦掉一点点就试试。感觉笔脏了，我放到这儿，大家看我在干嘛？这是一个湿棉片，在这上面把笔擦干净试试，不会脏了。这个时候再去把边缘擦出来。你们画不要着急啊，慢慢画。你像我在这擦麻烦大，大熊。哎呀，笑。它的头顶是一个圆的，咱别给它画方了，它就对了。只要画方了啊，调色给它画成方形，坏了，就是偏成年人的那种感觉。咱有好多同学有学过画画啊，这个技术比我好太多了。我这个也就有一个小入门级，所以说我尽我所能教大家。你们如果有不懂的可以问，咱们都在学习群内交流啊，学习群内交流，有很多同学做的还是比较好的，好不好？来啊，把头发画好之后，眉毛的一些个位置咱接着给它连上去就行。你要是画不好，先用细的线条从中间点往右，这边有个小的八字眉过来啊，小八字眉这边呢也是小八字眉。可能是横向一点点，不要管左右怎么样，你去找它那个跟其他位置的一个比例，看看对不对？好吧，
调好之后，咱给它加粗。小溪的眉毛是比较粗的，看它的粗度甚至比头发的宽度都要宽，因为咱们头发画的厚了一点，所以我眉毛不会画的特别的厚啊。好了，眉毛的位置定好了，是不是？金飞老师的这种，老师脖子画的好怪，越改越短。脖子他没有脖子，他没有脖子的小朋友一般脖子都比较短，有的时候脖子就会自动被忽略掉。来，先照灯，先照灯啊。脖子画的短，越改越怪，去看位置，重新找一下它的比例在哪。你看，比如说这是一个看组，把它分成4等分的话，一个正方形的框框，它从这个位置它是怎么一条什么样的弧线过来？是斜着过来还是圆着又过来的？好吧，它不一样啊。呀，差点蹭到脚。好了，那个头发基本上给它画好了，这个时候还有它的嘴巴、眼睛最后画啊。我一般眼睛习惯于最后，就是最细节，它就几条线，就轻轻概括2下就行。然后还有一些写实人物的眼睛的话，最后的它的那个白眼球，我也是在最后才会去给它提亮，最后提亮。反正看个人习惯吧，好吧。来，嘴巴也是，嘴巴稍微。嘴巴也可以一会儿画，嘴巴这都比较简单。咱们可以先把背景色给它添加上去，先画大面，由大到小的去画。背景色是偏一个墨蓝色，所以说在蓝色里面我们会加上一点点的这个黑色，加一点点的黑色去进行调色。蓝色先少量的黑去调一调，看看颜色对不对，觉得对可以，因为它这个有好几层啊，颜色有深一点的，有浅一点的，所以说我们可以保留最开始的蓝，然后旁边调暗一点。再调暗一点，调出一个渐变色，然后咱们去给它填充。比如说这边，先把这边画过去，因为线条我会线条最后去画，包括你看脸画大了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一层画蓝色的时候给它做一个遮盖，然后眉毛跟脸这个拐角处的这个位置，它开始有蓝色颜色的色块的发生，然后把面部给它勾出来。这边咱先把这个用蓝色把它的这个位置给它框出来，因为有突出，所以它会比较画的时候咯咯楞楞的，大家多多小心一点去控制，我应该这样让大家看到这个完整的图，是不是不能被挡住？对，照着图去参考着画啊。身子勾出来，身子勾出来。咱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旁边去给它进行一个填色处理，就是勾出来这个色块，咱们勾出来，把颜色填进去。填的话就用这个小出曲笔填就行，小出曲笔填色，或者用点珠笔，你们细一点的胶用点珠笔或者用其他笔去填色都可以，好不好？然后最后脸部不对的时候，我们通过擦或者再去叠加颜色再去调整。先去涂色啊，先由浅到深的去做，这边用拉线笔去填一填就好。大家都能听见陆老师在那讲，是不是？这边填，按照它上面是一个平行一点点。来，有同学说你这个图案太简单了，没有挑战性，那大家就可以去找一些有挑战性的图案去进行练习，然后你看这个脸部是不是就被盖住了一部分？你就算不对，也可以去调整啊，也可以去调整。昨天我还在咱们学习群，在学习群里去说，一般来说谁画的画会偏向谁一点点，就很奇怪，就是他这个。他不一定说100%像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比如说人物特征等等，他就会接近于某一个人。比如说陆老师画的人物，他下巴都瘦，都偏瘦，就说过他也瘦。然后之前就线下课学员画的这个，然后有一个同学，就每人画的那个樱桃小丸子都是不一样的。
正挺好玩啊，大家试试。好了，下面用个深色，这有个毛，先弄点。所以你们一定得把你们的图案画漂亮，一定得把图案画漂亮一点，不要人家一看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有多美，你就画的有多好。你看，是不是背景色？这不就添加上去了基本的色块，人物的小边缘就有了啊。然后这个时候用这个蓝色可以适当的去把面部给它调节一下，它的位置、形状啊在哪儿，把脸重新勾画一下下。好，下巴可能有一点胖的话，或者边缘不干净，咱给它用这个蓝色把边缘细化一下，是不是？小心，它要出现了。这位小新同学，他要出现了。我只想看看你们都画成啥样。呀，有颜色。来把这拧回去，然后嘴巴、眼睛、衣服都在哪儿？去找一找，一笔也没画，一笔没画，那就看你是刚刚来，还是不想画，还是觉得难，还是还没下手。照个灯，对，不画好照灯，然后剩下的就最简单了啊，就是勾线了。勾线还有左上角的绿，不要忘了，把左上角的绿给它叠加一下，一块去照灯。你看不清轮廓怎么勾勒？看不清轮廓怎么勾勒？轮廓怎么勾勒？轮廓这还没有勾勒，轮廓还没有勾勒，就是怎么勾勒？你是说的啥？铺色还是指的是什么？是指的铺色还是什么？想画大不好看，就画小，整个图案有一点点跑偏。擦掉。好的，安全照单啊，60秒钟。不会画，不会画。昨天有练习过吗？昨天有没有练习过？你们是后来的，还是说就是一直在直播间待着，但是不会画？大家有的时候有问题别不好意思说，就跟有的时候看直播一样，本来心里有一股想法想表达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待会儿突然看到另外一个人表达，你也会说，就有问题一定不要管别人怎么想，直接就说出来，哪里不懂咱接着调。你说我这都快画完了，再说起来不会画，或者说哪里没有看明白，咱这个时候怎么去调节，也回不去了呀，是不是？这也回不去了。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及时制止我啊，及时制止我，好不好？那看看这个。基本的色块就是前期先把色块铺好，铺好之后，最后把这个细节叠加上去，它的这个图形基本上就错不了。另外还有最后一步就是增加它的小细节，增加小细节，细节是啥呀？眼睛和嘴巴，眼睛和嘴巴。有时候把色块基本上定好了，然后增加颜色和嘴巴的颜色就好就可以了啊，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会把这个身子，还有另外是它的阴影部分没有叠加。看到没有？红色去盖蓝色，有可能就盖不住；红色盖蓝色，有可能就盖不住。但是蓝色盖红色就洒水，可简单。可能稍多一点点教试试。就是深色系的，大家一定得去注意。用浅色盖深色很难，但是用深色盖浅色，就跟玩似的。
加的是墨蓝色。然后这边，你看这边看怎么去勾，怎么勾。后来的怪不得后来同学可能就看不太清楚。顺着你衣服的，比如说你衣服是这么一个角度，那你画的这条线也是这么个角度。画好之后，给它进行填色。填色，勾好线条，填色。你看填色拿拉线笔就是一笔一笔的刷，看到没有？用拉线笔它就一笔一笔的去刷。慢慢的，别戳的是边缘是刺儿啊，到边边不好画的时候横过来，到这里去横过来，平着去画。完成了，这边适当的加一点点深色。哎，基本就有了呀，基本就有了。浅色、浅蓝、浅色、浅色。照灯，这就色块好像就完成了，再没有什么比较难的色块了。吓我一跳，吓着我了，吓我一哆嗦。没事，一会儿看回放啊。然后昨天课程没看的，先去看昨天课程，再看今天，要不然很多东西涂色啊、手法这些可能都掌握不好，好吧？然后把这个弄好之后，咱们画个小嘴巴。嘴巴呢，我也是适当的加一点点的白和一点点的灰调进去，就别让它亮度、饱和度、鲜艳度那么高。然后往下来一点，嘴巴跟身子的位置是挨着的啊，我们就把嘴巴往这里去放，这个大概在这儿，然后给它画出来。嘴巴是一个什么形状？是不是也是一个椭圆形？就是画完一步没问题，先去照灯，以防万一待会儿一旦出错，一擦擦一片，一擦就得擦一片。所以说先去画出基本的它的画好之后马上先照灯，然后再往下走，对吧？对吧？再把眼睛擦干净笔，还是一支拉线笔解决。短拉线笔用的是长拉线笔有的时候我这个眼睛长时间都看不见，所以说你们用拉线笔最好都是用短的去做一些细节性的东西。哎呀，哎呀，画手这就有意思了。好了，顺带的拉线笔还是黑色，咱直接把整个图形的轮廓给它勾一下，把轮廓给它勾出来，用那个笔蘸彩绘胶去画，注意这些图案的比例在哪里，不要出错。然后定好线之后，有细节不对的可以再去加啊。我这里应该有红色，没有照灯。慢慢去画，可以出错啊，擦掉，笔你粘片捏起来，然后蘸清洁水把它擦掉就行。蜡笔小新，我这是头一次画这个蜡笔小新，有点好玩。还有什么
这是黑色。他的幼儿园接着就来了。还有哪儿？这儿。来这儿，大家不要听跑偏了啊！听着听这个露老师那儿去，听着上他那儿去了，完了我这儿没人了，或者说在直播间，哎，为什么能听到2个声音？听着，哎，后面在讲，哇，那么激动，我要去看看，也行，反正这个课程有回放。快，小白，快去小白那儿。OK， 完成背景细节，小点点，小点点，倒灯。最后加固封层就可以了啊，这个图案基本上就完成了。还有一个浅蓝色，这个位置没有画，然后背景的白色我也没有加，因为它是属于水彩啊，这个图案应该是水彩画的啊，水彩或者是这个丙烯去画，所以说颜色会有一点点的渗拍。然后但是咱在指甲上画的话，尽量去还原，能还就还，还不了就算啊，就没不用考虑太多。然后另外把这个蓝色里面来点浅蓝色，我直接用肤色去调浅蓝。因为这个肤色里面有一点黄，所以这个蓝色到时候有点偏绿调一点点。好，倒灯。我得多画几个，我得给你们图。来，同学们可以截下图啊，截下图。还有一个小心，这是一个，然后也可以拉到最前面截那个干净的图，不要看是被画过的。还有一个是这个，很多，你们就搜，从度娘上搜这个小心，有的是。各种什么小心头像，你们但凡想画正方形的，教你们一个，你们去搜头像，带着头像2个词这一个词儿，基本上出来的图形就会偏向于正方形，也就更好画一点，好吧？来加固封层啊，涂一层加固胶，先薄涂一层加固，再封层。这个图案它就上面看一下，现在是不是有一点不平整？是不是有点不平整？但是咱们给它一层加固，基本上你画的那些小缺点啊，一些这个小刷痕呀，都就没有了啊。来，这一层加固胶是必须的，这一层加固胶可以适当稍微厚一点点，然后一个是为了找平，另外是为了主要还是为了找平，另外是为了让一些笔痕给淡化掉，好吧？找个灯，多可爱！然后每个人画这种卡通图案没有规则啊，把它画漂亮了就行，画漂亮画可爱就行，好吗？怎么样？大家咋样？有没有哪里不明白？发现今天人少，让你们如果有在看回放看到现在的同学，哪里没明白，在弹幕去找一下我，好不好？弹幕找我，咱们好好去聊聊看看。封层，我咋样？我都能想象到，一会儿如果大家画完了，把你们画的那个发到群里，大家一起乐呵啊，太正常了，真的，就是不用觉得这个画不好就不好意思。那谁我又没画过，没学过，我上来能画好吗？对不对？就因为画不好，咱们才得练，才得找问题。没事啊，有可能你自己看不出来，然后我跟你一说，哦，原来是这里的原因导致我这个甲面比例失调，等等，来照灯。封层照灯完成之后，还有一个就是封层照灯完成之后，边缘如果有胶溢出去不干净的，记得拿海绵泡或者说薄搓把边缘给它磨光滑，不要有高有低，然后最终做出来那个款式就会精致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就会精致一点。自己看自己的都得笑。然后，哎，我那个给我那个手机最近。没电了，你咋来我朋友圈？就之前画那一条小丸子。好了，别磨到颜色啊，往内侧扣一扣去打磨，把边缘磨光滑，不要磨到指甲上，好吧？把颜色白你刚画完接着给它磨了，多可惜。
好了，来擦干净，看一下这句话好。哎，很多图案就这么来的，这是简单一点的，但是你简单的画上几个，复杂的你也能找对规律。但是就是前期就怕你不敢下手，我画不会，算了，这么难算了。